美政客叫嚣为美光报仇，想从中国找回场子。中国回应很简单，就看美国能不能看懂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。最近中国做出了禁售美光公司产品的决定，而中国的这一举动也触动了美国的神经，让美国彻底无法淡定。要知道，通常都是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，而中国很少对美国做出了回应。但是这次中国出手了，可谓打响了反击美国科技霸权的第一枪。然而美国非但不检讨自己的行为，反倒还想为自己狡辩，并声称呢，中国对美光产品实施禁止采购令没有基于事实。此外，美国一些政客还玩起了双标，攻击中国进行经济胁迫，还叫嚣要为美光报仇，并要求美国对中国采取报复行动。而对此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直接回怼，中国对美光公司产品进行网络安全审查是依照法律进行的，对美光公司的相关决定那也是立足事实的。因此，中国对美光做出的处罚决定是完全正确且有事实依据的，而在这一点是不容美国质疑的。此外，你要说到经济胁迫，美国才是经济胁迫的罪魁祸首。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之下，美国直接对他国企业以及个人实施制裁，丝毫不顾他国的合法诉求，这才是经济胁迫，也是最让人不能接受的。但是美国却从来不从自身找问题，反倒是责怪他人，而这只会让美国陷入艰难的境地。而此外，美国政客叫嚣对中国实施报复，这样只会害人害己，甚至你会让美国付出惨痛代价。要知道，现如今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，而其拥有广大的市场更是美国企业所不能离开的。一旦失去这个市场，美国企业的处境将会变得异常艰难，甚至要为此付出惨痛代价。而因此，如果美国想要借着美光一事继续对中国高举制裁大棒的话，非但不能给中国造成很大影响，反倒呢会给美国企业带来更大损失。所以对美国来说，恐怕还是不敢迈出这一步，不然只会是自作自受。当然，对中国来说，既然选择了对美光出手，必然做好了充足准备。美国也不要想着报复中国，从中国身上找回点场子，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，到头来都是两败俱伤。因此对美国来说，还是要看清楚里边的利害关系，并且要正视中国的发展诉求。只有中美相互合作促进，才能够实现彼此更好的发展。而中国则可以借着此事来教训一下美国，让美国不要太过于嚣张。毕竟中国可是有办法对美国来一点小惩戒的，这也让中国有更大的底气与美国对抗，不让美国胡作非为。此外，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加快本国半导体行业的发展，并在这一领域上加快突破其围堵，实现独立自主，这也将会让美国彻底失去制裁中国的筹码。对此，我们可以拭目以待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你的精彩评论。